其实时代都是有集体心态设定的，像我们这个时代，一个集体心态其实就是真诚是危险的，是容易自我伤害的。而且这种集体心态其实非常有利，它决定了我们的写作、我们的谈话、我们和亲朋好友、陌生人、家人的交流模式。陈冲和他的猫鱼，其实最让我惊讶的就是他在突破这样的心理设定。在我们这次谈话的一开始，我其实也在寻找这个心理的锚点应该放在哪里。但是随着谈话的推进，你会发现陈冲就坐在我面前，而且是那么的真诚。于是我们和他一起就走进了一个不一样的心理空间，而且突破了这样的心理设定。这样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哦，真诚原来这么美好，这么宝贵，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都能够做得到。首先，谢谢大家的来到这里，也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在一起交谈一下。好的，可以开始了哈，其实这场活动我们得感谢两个人啊，第一个是许知远，因为我就在几个月前在北京跟他喝酒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你采访这么多人，哪一位你是愿意采访第二次的？他第一时间就说您，而理由非常简单，就是说你不断在变化啊，有很多新的东西在涌现出来，这样的人生非常有趣儿。然后当时我觉得我喝的已经快不省人事了，然后我记住了这句话，但是我就回去了。结果那天在理想国那个 naive 喝酒，怎么老喝酒？其实我工作很用功的，我告诉你们，然后跟刘瑞玲聊的时候，他说：“哎，你把这本书拿去，一定要看。”那是我当时第一次看这本书，我就带上飞机了。哇，整个飞机上我一部电影都没有看，我全在看这本书我就觉得，然后我就向你表达了我对您的敬仰。不断的发微信，我说这真是今年我读过的非常非常棒的一本书。你们一会儿应该能在外面还能买到吧？应该可以的。昨天才从国内运到啊。而且我们一会儿会有一个签售。那所以我们开始先从这本书开始，而且这本书我想先从这本书，我不知道你们可能还没看到，我想先从这个照片开始。这本书上的第一个照片，我先给他们讲一下，这个照片是啥呢？都拿出了书是吧？你们好像学生啊，要做笔记是吧？还没拆皮儿呢，就是封面的这个照片，这个是黄国基1988年拍的，然后这张照片非常有趣哈，因为这张照片呢，这上面我觉得最有趣是用红笔勾勾画画哈，比如说画了一个叉，说这张照片不行，叫做 too happy，然后另一个叫 too demure，然后还有的叫做 eyes too Chinese, lips too sexy, too successful, too responsible。后来你也说了，其实这是一个作品。但是我想问的是，为什么把这张照片放在这本书的第一页？我觉得这张照片挺风趣的。作为一个艺术品，我觉得它其实很大嘛，就挂在我家里。就是对这些概念，什么 happy 啦，什么 sexy 啦，什么 successful 啦，就是作为一种反讽吧，就是其实是非常复杂的概念，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简单化了，所以这张照片就是有些矛盾，有些幽默，我觉得挺能够代表我怎么看我自己的，或者我怎么看这个世界的，对。那还有个，我这本书里你是讲过，你哥哥叫陈川，是因为他四川人嘛？你的爷爷奶奶是重庆人，那你这个冲字怎么来的呢？冲字就是我姥姥希望我是第二个钟，因为我妈妈是中国的钟，张安忠。她就喜欢我妈，然后就说希望我是第二个钟。你们说的啊，不是我说的，然后就这么来的。但是感觉其实看完这本书，我觉得你这个名字跟性格还是有点贴切，就挺冲的那种劲儿哈。那我们就说到这个写作哈，其实你从20多岁就写过那个女演员那个小说，我当然没找到，我特别想看一看。但是我想问的就是说，当
跟那本书比，这已经过了好多年了。你觉得你自己写作的，其实你写作断断续续也都一直在有，你觉得你写作风格有变化过吗？我也不知道我自己的风格是什么，因为每个人他可能不一定会自己知道自己的风格，都是别人。如果有一个文学评论家呀什么，他给你说，哎呀，有这样一个，我只知道是从很小我就比较依赖文字，就是因为14岁开始出外景啊，离家呀，就是靠写信。所以呢，就是觉得文字是表达情感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那时候喜欢读书，但是找不到什么书，只要是能找着的，就是会非常热爱读书。我写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就非常非常的幼稚，所谓小说其实也是完全在讲我自己个人的困惑。标题就叫女明星。然后就是自己对这个从一个普通女孩变成了这样一个瞩目的人的深刻的困惑然后也是当时刚刚进入大陆的那一批存在主义的小说，然后看了以后就对这个概念有所想尝试，然后就是没有情节的，其实就是他走了一段路，对，他走了一段路，从家到了一个朋友家，然后整个都是思绪里面的东西，就是不靠情节的东西，但是非常非常的幼稚。如果说没有写这本书，我已经忘了写过那篇。后来我在上海文学连载这本书的时候，编辑跟我说我们找到了你原来写的那一篇，说你其实从那么小就我后来回想起来说，的确是当我在非常困惑、非常有表达欲望、非常想知道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是依赖了文字。因为成长于文革时期嘛，所以的确是没有学到太多文化。因为我们小的时候你经常学校就不开课，然后要不就是什么批判老师什么，没有好好读书。然后14岁的时候呢，我刚刚进中学就去了上影，所以就是文化很低的这样一个人。但是不管怎么讲，我依然在依赖那个文字，我还是想用它。是的，对，这个我特别好奇，就是你写作这本书其实写作量挺大的哈，虽然是文章的连载合集，但其实它工作量很大。我特别好奇你写作的状态是什么？是那种上帝拉着你的小手，你就一下就停不下来，还是像贾岛那种叫什么2句3年得，一银双泪流，就是吭哧吭哧吭出来的？你是什么状态？你写作的时候？其实写作的时候我挺享受的，当然有瓶颈，有艰难的时候，但是总的来说，那个创作状态是我发现，就是比起电影表演也好，剧本也好，导演也好，都要更自在、更自由更舒服的一个状态。这是我原来也不知道的。我后来发现说，我居然是很喜欢干这件事儿。对，这个也是我特别好奇的。其实更多人知道陈冲是因为电影，对吧？然后突然，其实是很多人是从这本书才知道，原来你也是一个很棒的作者。那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说，写作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思维，对吧？因为它是要调动你的第二认知系统，然后可影视更多的是感官的那种呈现，这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逻辑。那你觉得？其实你的写作和你大量的阅读是从青少年时期就已经非常大体量的在进行了。那你觉得在你这2个作为作者的陈冲和作为影视工作者的陈冲，你这个思想上是更多的在互补，还是在互相打架呢？我相信是互补的吧，我相信是互补的，就是因为其实说到底呢，就是同一件事情，其实就是叙事的欲望。
就是我们的确都有叙事的欲望，哪怕平常什么嚼舌根呐、几个人在一块儿聊谁的八卦呀，什么都是很给你带来满足感的。其实文学其实是一种八卦，也是一种八卦，小说是一种八卦，所以这种叙事的愿望，它的确是我们生存所依赖的一种表达，所以最初的这个东西是一样的。那么，我其实，在表演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不是那些像今天的，哎呀，对表演啊，或者想网红啊，或者什么有着强烈的欲望，然后拼着命的去把这个事情要做到。我并不是这样，我正好被选去了，就这么往那儿一搁。所以呢，我不是一个天然的就是特别容易表达感情的人，所以我其实比较害羞，我在人前绝不流泪。你觉得很少有人看到，除了我老公看见我哭，你说我朋友之间都没有人，我不流露情感的一个人。那么怎么样去表演？那时候就把我放在那儿了，就要你表演。一开始是完全瞎抓的，后来我慢慢发现文学阅读帮助我，所以我其实表演的切入口也是从文学开始的。它是文学性的，因为为什么呢？我在对情感做出了一番分析以后，我把它表达出来，然后就是慢慢的借助了某一个人物为自己宣泄一下，在摄影机面前能够做到的，我并不一定在舞台上能够做到，因为这是从小在摄制组里慢慢养成的一个事情。我记得就是从大概到美国留学以后，22、23岁开始有过这样15年的如饥似渴的阅读，对分析一个人物的情感啊，做出怎么样一个不太典型的、稍微非典型一些的一个选择，就是某一种反应是属于这个人物特定的。所有这一切其实从阅读当中来的，是这个对我来说是互补的，是同一件事情。但是你说到这个，还有一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这两种角色哈，你作为一个演员的时候，你更多要进入这个角色，对吧？你要去扮演他。而在写作的时候，尤其像这本书我读的时候，有的时候我经常发现你在抽离自己，你在旁观自己，你是一个他者的视角在写这些故事，包括写亲人，包括写你自己，就是这两种视角，你也是非常灵活的在切换，是吗？因为演员肯定得带入嘛，对吧？写作的时候肯定一直在切换，因为生活当中在切换。生活当中我经常会走掉了，就是人在那儿，但是其实自己已经在上面看着自己，经常会。其实表演的时候，有时候都会，有时候都会这样。对，反观自己，对，有时候都会有一些。其实每一个演员，他由于自己的个性、天性、成长不一样，他用的方法表达肯定也都是不一样的。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好文学作品对心理描写特别细微的，因为有一些古典文学是对心理描写特别重视的，会有很长很长的心理描写。我就记得茨威格小说里面有长段的这种心理描写，那对我一个生活经历还有限的年轻的时候这样一个人看到了以后会有启发。就是整个一个人的内心活动，他可以写个大半夜、一整夜这样的，对于我的表演来说是很有帮助的。明白。你说你是一个情感不外露的人，但在这本书里看到的可不是这样的陈冲，是一个非常非常坦诚，就把自己摊开了让大家看。包括你写到你的爱情、你的家庭、你的生死、你的感情观，包括祖辈的经历的一些非常苦难的事情，你都把它写出来了。那这个当然有很多人已经提到这一点，但是我的问题是说，你是名人啊，你把自己就这么摊开了给大家看，你不觉得你的成本是什么呢？
我没想到这些，写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这些，也可能就是平常不流露情感，所以憋的吧。而且呢，就是写几十年前的事情，我的确已经成为了一个第三者，我完全可以抽离来看这个过去的女孩子，并没有，而且人本身就是复杂的，每一个人都是复杂的。我觉得能够有这样彻底的让我能够这样彻底的去表达，你也挺惊讶，才给我带来愉悦嘛，写作的愉悦嘛。你应该也挺惊讶的吧？自己的这一面在写作里面对，出现了。我就觉得这个才是写作的，就是我初衷就是说，如果不真实就不好玩了，就没意思了。所以你其实肯定的，我活到今天，活了那么长的时间了，不可能在600页里面把东西全写完的嘛。那肯定还是有没有写的东西，这些没有写的东西可能有待于我以后再来写，也是牵扯到别人的隐私啊，对，或者觉得自己在某一个程度上还是不够勇敢啊，都可能有。但至少就是对自己的青春年华，我已经完全抽离了。我完全在看第二个人。哇，这个不容易。而且我觉得跟现在这个时代的氛围格格不入，因为这个时代我们也聊过，大家都喜欢把自己 P 得漂亮一点，把自己打扮的人设就是特别光鲜一点，在小红书上你看哇，天下大好，人人都很富裕，突然有一个真正的笑什么？我也现在疯狂运营我的小红书账号，都 P 过照片儿。不会 P，主要是就这样了，底子不好。但是其实这个时代，尤其又是什么，大家很不愿意透露真实，因为是危险的，是受伤害的，是会被网暴的。突然有这么一个名人出来，非常有名气的一个人，他突然好像不在乎这些，他袒露出所有的东西给你们看。所以我觉得可能这本书这么受欢迎，也是它跟这个时代好像是一个药。反正呢，就是我觉得今天年轻人当中的许许多多的焦灼哈，可能就是来自于这样一个精神分裂，因为就是说你在你的社交网络所呈现的自己，跟你自己的距离是那么的远，跟你真实的内心或者情感并不统一，而且把你作为一个复杂的人，把它弄扁了，是的，就完全弄扁了，扁成一张纸符号性的表达出去对就行了。所以呢，我觉得会引起各种焦灼。这种焦灼，所以我哎呀，今天的年轻人好像比我年轻的时候还要焦灼。就是其实就是人人都要把一个不真实的自己去广播给别人听，很累很累。我觉得真的，我替他们累。而且跟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有关系。我觉得现在可能大家警惕性更强一些，而不是那种说，因为你要有足够的信任，我才愿意把我的不好的那一面给你说，我的真实的情感表露。因为动什么，别动感情啊，动了感情都是危险的，别人听了这些东西可能就传成八卦了，对吧？而现在这个时代，它就是这样的。就太容易被消费了，你知道吗？所以这本书出来的时候，我特别好奇的就是说，你到目前为止 OK 对不对？没有谁会把它没有，我写我自己的虚荣，我写我自己所有的失败，我写了也觉得挺那你治愈的。你从这样的坦率和坦诚的过程中，你觉得你获得了什么？我觉得吧，就是回忆本身其实是一种奢侈，是一种享受。其实是能够回望，其实呢，就是要从写作的一开始说起吧。就是金宇澄老师，他呢正好去了我的祖屋。他去了我的祖屋呢，那边有个租客是很会做饭，所以经常做那种私房菜给大家吃。他因为吃完饭以后，总是要跟人说这是以前陈冲的家。老金呢就拍了照，就是说，哎，他说你这个是以前你的家是吗？我说，哎，不是，一点都不像。
后来再仔细看看，哎，的确还是。然后他也有个地址，也画了一个怎么去找到那个楼，那个我说，哎呀，是。我就跟他抱怨，我说弄得丑死了，装修成这个样子，完全不对了。我说这个当年的一个属于那种叫日式洋房啊，就是它是有一个自己的格局，直线条的，基本上全都是90度的非常干净的线条，简单的色彩，干净的线条，现在它都装了那种意大利乡村的那个样子，然后还有拱形的门啊，还有什么什么，我看了就非常生气。我就是后来老金跟我说，我觉得很舒服啊，这个很好啊。我说不行，我就给他发老照片，发了很多老照片，就跟他讲了一些小时候的事情。就从那个时候，所有的这些回忆其实已经是几十年没有触碰过的，被封存了，完全被封存的记忆，就因为这个被刺激到了。我就说，你看这个房子应该什么，然后闭上眼睛，我就看到历历在目，这栋房子它原来的样子。当然，有你的童年，你的青年，父母，那些人也都活了，在你的记忆里。还有那些人，有姥姥，有姥姥的母亲，还有那邻居藏那个所有抢房子进来的邻居什么就出现了，所有那些常年被封存的、完全没有被触动过的记忆就产生了，然后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那时候真的我就问老金，因为我自己进入进去了，我开始写了，然后我又在怀疑自己，我说你是不是有点在那儿，就是自己在那儿。人家在意吗？就是你自己的这份回忆，你自己的这一份感受。我还在问他，我说，哎，我说你是为什么要回忆？因为他写了一本很棒的书叫《回望》嘛，那本书真的是很棒很棒，所有的资料也是很棒。他好像一下也答不出来，然后他就说，可能也是一种需要吧。后来我想，对，我就最近。我走题哈，我最近呢就是刚刚去过一个电影节，这个电影节叫 IM 两岸青年电影节，在福建，然后都是那年就是今年的所有被提名的电影工作者都是24岁平均年龄，20岁平均年龄，所以可能还有18岁的。然后我所看到的影片，好多都是怀旧的呀，都是回忆他自己的少年啊、童年啊，怎么突然间等于是从一个孩子变成了成人。在美国有这样一个系统的电影，Coming of Age， 它就是一个成长的故事，就是某一天你突然童真消失了，某一天你突然从那一刻成了大人了，或者你发现某一天，你发现成年人原来是那么的虚伪，就是他其实也是在回望。所以电影也好，文学也好，作品也好，哪怕是科幻，你看电影里的科幻，是不是穿古装啊？都穿古装呢，都穿以前的那种衣服，拿着剑啊、棍子啊。在沙漠里面，它哪怕是科幻都有怀旧的因素在里面，所以这其实可能我觉得是艺术的某一个种子，或者是人的本性。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失去的这片时光，它永远不可能再回来。它怎么能再回来呢？在艺术，通过艺术能再回来，因为我们每时每刻的。都知道，每一天在过去，时光在飞快的流逝，而且年龄越大，它流逝的越快。所以这种逝去，你怎么能够跟它保持某一种和平的关系？怎么能够仍然让你每一天去快乐的生活呢？明明知道人类要消失的，地球要消失的，所以这个本身。就是回忆的意义，你寻得了一个意义所在。对，是的。
但是，所以我觉得你这么坦诚，某种程度上我读下来哈，我觉得其实陈冲是写给自己，先对自己负责，因为你要勾画出真实的，你不要演给别人看这本书。所以我个人老觉得这是你写给自己的。但是我想给大家再讲的细一点，就这个真诚到什么程度哈？就我觉得他为什么？其实回忆这个年代、这个时代，我们不差话题，大家都会讲很多漂亮的话、漂亮的故事、漂亮的过往。但是我觉得这种真诚，我还是想再纠缠一下。那最有代表性就是你写到情感，但是过问题的时候我没过，你不要 pass 掉哈。我要开始问了，爱情，哇，陈冲的青少年时代，哇，真的这爱情太精彩了。我大概归纳出3种爱情在这里面能写出来的。我们说好了，书里有的都可以聊啊，完全在这书里。一类就是属于跟书里提到的 M 和 Tom 这种就非常纯美的爱情，但是它没有结果，也没有结果，但是显得太纯了。比如说你跟 Tom 的那段，你说你们横膈膜以上的接触都是柏拉图式的，我觉得只有年少的人才会有这么好玩的想法，而且特别。还有一类当然就是非常跟 W 和 N 的这种，就是特别情节式的痛苦和折磨。当然还有现在的婚姻，就是属于上天注定的那种归宿哈，就是好了，你够了，给你一个归宿，老天派来的。包括你跟 Peter 的相遇也是充满了，这只有老天在安排了。好了，那我的问题就是第一类这种，比如说你也写了很多这种痛苦，比如说像那种几乎将人就是击碎的那种情节，你也经历过很多，一些。从这些你是怎么能走出来？因为有一些我觉得太痛苦了，包括你在，而且有一些正在你其实事业很在拉扯你的时候，比如说拍《末代皇帝》的时候，你甚至都在爆发这种婚姻几乎就要死亡的这种痛苦，你怎么能走出来？你又是一个情感对你来说极其重要的一个人，怎么走出来？我相信这很多女孩可能竖着耳朵想听一下。就是很艰难的呀，就是很难走出来的熬吗？呀。就是熬吗？就是很难走出来，就是要靠时间。我觉得只有时间，然后就是工作吗？工作好像也不算，对你来说不行。没有工作。其实电影拯救了我，的确是电影拯救了我。因为有的时候你说人，我不知道哈，就是你连起床的欲望都没有了，人就是已经完全被击垮的情况下，但是。如果说那天有一个试演啊，然后你必须得起床啊，而且你要试演，你还得穿的好一点吧，你还得梳个头啊，洗个澡啊什么，然后就是对电影不管怎么说，可能当年还是一个潜意识的热爱，的确是有一个热爱在那儿。我一直在否定这个爱，但是我就觉得总是工作在拯救了我。经常是这样的，你拉回到另一个轨道，就是让你说你还得起床啊，就是你还得有功能啊，你然后从某一些故事当中，你当然有了角色，你就要看剧本，有了剧本你就要研究它，研究人物的时候你要读一些其他的作品，然后慢慢的你发现说生活还是可以很丰富的，在痛苦当中仍然可以有幸福的。也许我觉得我的初恋可能缠绕了我几乎10年，时好时不好，但是呢，并不是说那10年当中我没有欢乐啊，并不是说那10年当中我没有感受到幸福啊，沉在心底儿的那个东西。对对，所以其实呢，就是说我现在回想的话，是仍然是所有经历过的情感，包括欣喜和折磨，尤其是折磨，它铸就了我，然后给予我如此丰富的养料，让我写作，让我做电影工作，所有的都成了某一种财富。然后你回想的话，我说，哎呀，有一些情感的段落实在是其实是很痛苦的，好像没必要。但是等到我老死的那一天，我会想，我仍然还是觉得应该有他们，因为如果你没有去经历的话，你好像是在浪费此生，我觉得。而且此生不一定只有快乐和幸福，那是虚假的。
痛也是此生必然的一个命题。所以，但是我们经常在回避这些东西。是你把它写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你太猛了，竟然把这些都。但是那我再纠缠一下，就是这些情节当中，你到现在了，当然可以。我也不觉得可以谈笑风生吧，但是你可能能拉开一些距离，反观当时的那些经历，因为那些都是很纯真的，而且都是非常投入的，100%的。就虽然现在我们可以说啊，那都是过去了，但是其实当时回到那个语境，那是100%的你的生命注入进去了。你从那些情节当中劫难那个情节哈，那里面你觉得你能悟到什么呢？你有什么想跟像你女儿辈的这些姑娘们交流，或者男士们交流呢？你觉得？我没有吧，我想这是个人选择吧，因为情感世界对我很重要，因为坠入情网对我来说很迷人，因为是的，因为我享受它，我也必然要经受它的痛苦。是的，我想因人而异吧，如果有人是不需要的，你也可以不需要。而且我真的读你这本书，我有一个非常大的感觉，我似乎可以理解为什么爱情对你那么重要，因为它好像调动的是人的身体里一种非常不一样的能量，或者叫做频率能力。这些是写作、名誉、你别的成就、吃饭、吃好吃的美食，它刺激不了的。而这个东西，它是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性的东西。我觉得是与生俱来的呀，我觉得是与生俱来的，因为它其实不是你的欲望，是生命对自己的欲望，是生命跟自然它对自己的欲望，它赋予了我们，而且尤其在今天，哎呀，大家都在讨论人工那个智能啊，AI 啊，我觉得我们将来未来能够比它强大的东西，可能就是身体的体验，因为它的确是一个没有身体的智能，而我们的智能可能有很高一个百分比，是那么长时间的进化过来以后，身体自然有一种反应。其实就是说，他们那个有一种反应，就是你特别害怕、惊讶的时候的一个反应的这种动作。他们脑神经科学家已经研究出来说，其实你的身体在你头脑之前它已经闪了，所以我们的身体本身是有某一种智慧的，它当然也是有许多不好的地方，但是这个是我们最有利的东西，我们是有身体的。而且这个身体包括了你的头脑，我绝对不能说我思考所以我存在，我的确我觉得我存在所以我思考，我不是他那套哲理的，明白，说的太好了。那你觉得这种恋爱的能力会随着年龄而消失吗？就是你当然就是不是每一段恋情都会最终走向婚姻嘛，对吧？那当然。那么你到了一个婚姻里面，你当然是有所责任、有所承诺，这个在一起生活过的人是不一样的嘛。所以有了这样一份东西以后，你可能仍然可以去坠入情海，但是你就不能去有行为了嘛。那你们这个鼓掌的点也挺奇怪的，袒露了你们的心声，而是在爱情问题上，我觉得还有代际上的区别，比如说像祖父母辈哈，他们那个时候，尤其中国人是不太袒露爱情的哈，就夫妻之间也不太讲这个爱，更多就是陪伴或者是两口子，大多数是以丈夫为主导，那个女性就跟随，包括如果男士的去世了，女的就一直在那孤寡，然后到了你的父母辈，其实就变化了。你这里面写的你的父母的那个爱情，哇，太让我觉得震撼了。就是文革的时候，你父亲被批斗完了，你母亲有一句话在日记里面写的，你就说他很不理解为什么这个人这么热爱这个科学、医学和愿意为这个国家去奉献的人，就这么被批斗，这是人生该怎么办？然后呢，他就说了一句话，叫做“不要交代了，你放心，不管他们把你打成什么，我只嫁给你。”哇塞，我觉得
这也是那个年代的人能说出来的这种，而且两个人就是一辈子，伴到一辈子。当然到了我们这一辈，或者是再往下又不一样了这个爱情观，所以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非常快的一种这个社会的变化的折射啊？你觉得？我觉得是吧？就是因为现在可能就是人对另外一个人的关注或者需要都比那个时候减弱了一些，有许许多多的各种干扰啊也好，选择也好啊，然后人的坚持能力，他的忍耐能力，因为有的时候老一辈可能也不是每一个婚姻都是那么幸福的，但是他们会觉得这已经是做出的承诺了，有孩子了，我们就尽量把它过好。像今天的人可能不会选择这样，觉得就不值得了。把自己放得更大一些，过去那都是凑合着，他把自己说得很小。其实说到最后，我觉得就是最有力量的爱，它肯定是有责任的。他有责任的，并不是所有的一切都是以欢乐为标准的。哎呀，我把我想问的是安全的问完了，这对吧？这下次提得更高点，所以我还想聊这本书，除了情感上面写的让你觉得非常的，当然我的表达太苍白了，这本书里面的太多的细节，我甚至觉得有一些你的语言那个力度哈，就让你觉得生命是有分量的。包括很悲惨的一些经历被你写的那个裁剪组合，我在书评里也写过，比如说像最后就是您的母亲的过世的那个时候，你换了一个视角，从你父亲的视角去写，哇，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甚至比我们都要伤痛10000倍的一个视角。好，那我其实也挺想聊聊人生，因为这本书也算是一个自传嘛。那人生这块我特别想聊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在你的成长的年代，就是在你的学习能力超强的青春期的时候，正好是文革那个时候，其实很难看到什么东西。但是你7、8年就考上大学嘛，那时候非常难考上，因为那竞争超级激烈。你考上了，是不是因为你出生在一个大知识分子家庭？这个其实对你来说难度并不大。其实你的家里面的这方面的知识上的供给一直都比别人要高出很多呢。我觉得也并不是这样，因为的确当时是比较贫乏的，就是各种书籍都是很缺乏的，就是有的时候我姥姥的确是藏了几本书，有一个小书箱，对，有一个小箱子，我和哥哥会去看到一些，但是非常少。考外语学院呢，就是因为从尼克松访华以后呢，学校就开始说要教英语了，那时候，所以我们是小学4年级开始学英语的，然后英语老师就说我学的挺好的。那个时候呢，广播电台里面就开始有广播英语了，就在电台里每一天给你上一堂课。那个时候呢，我母亲那时候刚刚有什么国外的医学代表团回来访华什么的，因为我姥姥留英的，我姥姥在英国待过，家里有一个叫林格峰的教英语的一个lingua franca，是教你讲皇后的英语的那样的发音的那样的东西，有一些唱片，我就会跟我妈妈一起在这个上面学。我妈妈呢就会担任一些翻译工作，因为当时外语人才奇缺，她不怎么太懂的，她都要叫去做翻译，这样就跟着我妈妈这样，然后广播英语这样。所以呢，等到高考一恢复，父母原来想让我说最好就是去读医，他们希望我学医，但是没有可能啊，我一点数学什么全都没学过，14岁就离开学校了，一点儿都不会。所以就决定考英语，就上外语学院。那时候就拼命复习，但是我的确比别人多了一点儿，我在英语上比别人好了一点。
因为一直在学广播英语，因为家里有lingua phone。但是很快，其实你的人生又出现巨大的拐弯。17岁拍小花，19岁百花奖，少年成名。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小姑娘，突然变成了一个全国明星，对你也说过是有心理负担的，是吧？有很大的困惑，很大的心理负担。就是所以我写了那本书，叫那个篇短篇小说叫《女明星》，就是完全不能够理解这是怎么回事，因为你一点都没变，你仍然是你，同样的无知，同样，就是你昨天的你，怎么今天突然变得所有的人都那么对你爱戴，然后我不知道这个东西你不应该是狂喜吗？没有，我不理解呀，我不理解，而且我觉得为什么我完全不能理解。我觉得就是说他的到来如果是那么没有理智的，那他的失去也应该是没有理智的、没有道理的。就是说，你有一种我很早挺熟，悲观的那种。我特别有忧患意识，我很不安全感吗？我很小就是有忧患意识的一个人。我看见我大女儿有点这方面有点像我，这是天生的，这都是与生俱来的。而且其实你到了30岁之前都还想转行学生物、学法律，就是跟我们可像了，就老觉得拍电影不能托付此生的一个事儿哈。对，觉得这个肯定不是可以一辈子做的一件事情，而且他太奇怪了，他的努力跟成果没关系，好像觉得是没关系的。那你觉得什么时候你开始放轻松了？你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我作为一个人，我不再那么焦虑或者那么紧张、那么不安全了？其实是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就是个性就是这样的，的确是充满了不安全感。可能有一些至今都还在吧。我在书当中我也写到了，就是刚刚被上一场招去的时候，我也完全不理解他们看中了我什么。然后我觉得有，比方说普通话讲的比我好的，因为当时我们都是讲上海话的，那演戏是要讲普通话的，就学校有讲故事组什么，他们普通话讲的更好一点。有的人眼睛长得比我大的，有的人腿比我长的，然后他们到底看中了我什么呀？我完全不知道，非常没有安全感。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反正我把他们给糊弄了，他们把我找去了，我把他们糊弄了，你就觉得自己是个伪劣品，你就觉得千万不要让人知道你自己真的是什么，就永远只好糊弄人家一下。慢慢的，他其实这种不安全感也是一个双刃剑吧，他就逼我去努力去学习，想要进步，所以这也是我的确此生的努力，真的就是一直是在要把自己从伪劣品变成一个真品，所以半个多世纪在努力的变真品。我想现在我总是这样安慰自己，我想不管怎么说，你接近一点了吧。天哪，你还这么不自信吗？你还说我觉得不会啊，你这么多成就，无论是写作还是拍，这个东西应该对你来说，可能最年轻的那段时间会有哈，就觉得我创了大运了哈，但后面你的很多成就足以证明，告诉你自己说你值得这些东西，但是这个跟现实没关系，对，这个跟现实没关系，也不是说没有自信，其实没有安全感跟没有自信还是另外一回事情。有的时候我是可以有信念的，就是我做某一件事情我会有信念的。我开始写作那一刻开始，我就是有信念的。我是会将它完成的。对。
说到人生，还必须得说到，比如说你这书里面也提到了很多衰老的话题，特别你描写母亲的那一段，在开篇就在讲，我觉得非常的打动我。因为我觉得这是直击了很多人的心灵，包括你描写，比如说年轻的时候跟母亲沐浴的时候，看到她身体光滑圆洁，然后让你想到了大都会看到的雕塑。可是老了的时候，你陪她游泳，然后看到那个皮肤的皱褶的时候，其实岁月是很无情的。那是的，那一辈人慢慢的老去故去，就轮到我们了。那你会很，我知道这是挡不掉的东西，每个人都得面对。但是你面对衰老，你会是个什么心态呢？你是躺平的心态，说 whatever，还是说我要使劲的健身，要怎么的对抗它，还是怎么样呢？我就是不太经常的去思考就是年纪这件事情。但是呢，就是在过60岁生日的那时候，母亲病危在住院的时候，那时候呢，她稍微有了一点力气。60岁生日，我是在重庆拍那个忠犬八公，我就给我爸爸的手机，还是我爸爸打给我的，但是他好像并不记得是生日，是的，所以呢，他就说你妈妈想跟你说话，我就跟我妈妈说话了。然后就这段话说完以后，我妈那时候已经很健忘了，她不知道怎么关我爸那手机，所以呢，我们讲完了，说再见了，然后我一下没挂，我后来听到他们一路的在那边祷告，他以为挂了，他就在那儿好像完全不知道下面接着应该怎么办了，就在那儿祷告。我听了一会儿，哎呀。我想怎么办，然后我就干脆说，我又叫他，我说妈妈，哎呀，他说你在哪儿？我说我现在在重庆拍戏，我跟你说电话，我说我跟你一起祷告吧，因为他教过我，虽然我是无神论者，但是我母亲教会学校长大的，所以他教我祷告，我就跟他一起祷告，然后我就说要祷告。上帝能够保佑他不要那么痛苦，因为他的确是在癌症晚期，非常非常的痛苦。他马上打断我说他说我求上帝要保佑我的女儿保佑我的女儿要每天祷告，做上帝的孩子不要做上帝不喜欢他做的事情，然后保佑我家庭事业什么。然后挂了这个电话以后，我才发现这是一个生日礼物，因为他已经马上要走了，然后我60岁了，但是还是他的孩子，然后他还说是上帝的孩子，然后我就在那一刻认识到说，我一定要不浪费每一分钟，我哪怕就是母亲有一半的基因在我身上，我说我哪怕为你，我也要过好它，一定要过好它。就从那一天开始，我觉得真的，我就想每一天都要大咬一口，对生命，对生活，就是要把它全部拥抱进来。谢谢。那到了最后呢，就是到了最后生命的结束，包括你这里面写到母亲的时候，那个章节的标题起得很好，叫做"悲伤是黑镜中的美"哈。我到最后，包括你也引用了那个 Alan Lightman 的讲那个季先生什么，就人最后都会变成原子，变成了别的人身上的一部分的原子。你试图想穿越最后的一个命题，就是死亡之后怎么样？那你怎么去面对死亡这个话题呢？就是说，你的母亲是信教的，他们很多人是从中是可以得到安慰的。你应该还不信这些东西，那你觉得你是怎么看生死呢？就穿越人生的最后一步是这个呀？我想从比较年轻的时候开始，我就可能从我5岁。我6岁的时候，我的外公自杀了，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说死了就没了，就再也
不回来了。所以呢，这个就在我脑子里就是有这样一个命题在那里。第一课，对，命题有这样一个命题在那里。后来我才发现说，后来我所有创造的比方说我的处女座里面的女主角也是很年轻就去世了。然后后来我在导演《纽约的秋天》，那个女孩子也是很早就去世了，不到1年。所以我就发现说，死亡就成了我的一个命题。然后我就觉得，其实人能够老死自然的死去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其实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那么多的混乱在这个世界上，战争在这个世界上，那么多的儿童在被杀，那么多的年轻人在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在战场上就被打死了。他的确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命题。母亲，你不会有贪恋吗？它也有很多美好的东西，那些爱情啊，那些好吃的东西啊，那些美好的风景，那些让你眷恋的亲情，这些呢？所以就是在活的时候不要死呀。大咬一口，对一定要大咬一口。就是你有的时候这个也不敢做，那个也不敢做，然后是的你活着不是也浪费了吗？我觉得就是活着的时候千万就要活着呀。哪怕知道是场情节，也要笑着走进去，是吧？爱一场，全身投入的爱一场。我觉得是啊，我觉得不要浪费生命嘛。是的，是的，还蛮尽兴的啊，就是要活得尽兴。我知道，开场晚了，我还多有点时间，我的特权。最后咱们都到美国了哈，再聊点美国的事儿。其实你到美国的第一站很早，81年，第一站就是在纽约。那时候纽约是长什么样啊？跟现在一样吗？因为那个时候我自己在另外一个世界，所以呢，就是不可能跟我今天的自己在看纽约，就没法比了。那个时候分文没有。你落的哪个机场还记得吗？就是Kennedy，就是 JFK 哈，对 JFK 嘛。我当时就是因为我们当时那个年代是很闭塞的嘛，就是对美国真的到美国就跟上月球差不多，我完全就是另外的，太陌生了。这个我记得特别的无知，从那个 JFK 机场拉到一个亲戚家，在在 Queens， 然后在那个公路上面、桥上面还是什么，然后我突然说啊，我知道了，在美国。那个所有往这个方向开的都是白灯，往那个方向开的都是红灯。其实那是车头灯跟车尾灯，就非常非常的无知，你知道吗？完全的不知道。然后自己，因为我在外语学院，不管怎么说吧，我是拍了3部电影，没有好好上学，但是总是还是学了一点外语。跑到这说呀，纽约的外语完全不一样的。我说这纽约的英语完全听不懂，他们都说的太差了，完全听不懂。所以这个习惯过程的确是，不过我就是当时因为我不是在纽约城市里面嘛，我是在 Upstate New York， 对，就是那个学校给我安排了 tuition waiver， 然后有一个教授捐了一点钱，专门让我能够住在宿舍，能够吃，能够什么，就在 Upstate New York。后来我才知道，好像是全美就是最糟糕的学校之一吧，反正就。但是我在那边呢，就给了我一个启蒙吧，就是美国校园的一个启蒙。慢慢的开始，慢慢的先把每一节课都用录音录下来，回家以后再听，然后。做笔记什么的，但是肯定不是特别难嘛，那个学校不是要求那么高，所以纽约每次呢都是过节的时候会到纽约来。那个时候纽约有一个老中医，楚医生、楚林生，
他呢虽然是在德国学的西医，但是他在这里是搞针灸的，然后他的针灸非常非常的成功，就是所有那种什么，失去了性功能的人什么都可以被他都会去他那个地方治疗哈。然后他有一栋楼5层楼，诊所在1层楼，秘书住2层楼，他住3层楼，然后那个就是在73 between Park and Lexington。就在我们这附近。我记得很清楚，当年就是有人告诉我说，因为我到了纽约我就住进去了嘛，这是我母亲的朋友，你说啊，你现在住的地方是全美国最贵的一个 zip code，说是这样的， 10020。但是我是分文没有，走在大街上什么也买不了，什么也吃不了，什么也没有。但是还有就是，我觉得，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 culture shock， 就是这个文化冲击。因为81年那个时候，中国人可不像现在到美国来，就都很一样了。那个时候我见过啥呀，对吧？虽然你演过片儿又怎么样呢？那个时候你还记不记得最大的 culture shock 是什么？刚到美国？反正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确是受共产主义理想教育的。你不管怎么说，你是不是一个 true believer， 我相信我那时候是 at least half true believer。OK， 我觉得是这样一个教育过来的，就是鄙视资本，然后觉得好些东西是非常庸俗的，你知道吗？哎呀，我就记得有一些老华侨，人特别的好，很想帮助我。也是认识了我妈妈，挺敬佩我妈妈的，就是能够从大陆出来的科学家，他们当时都没见过的，而我妈妈的素质是那么的好，学问是那么的好，所以我妈妈有一些华侨朋友愿意帮助我，也想请我去他们家呀，吃顿好的呀，送我一点礼物啊，有的时候还塞100-200块零花钱给我，都特善良的人。然后我在他们家，我就会看，我就说这个红木家具好俗气啊，就这种，完全就不信这一套。然后本性又比较固执，所以你要让我放弃一个理想，放弃了一辈子得到的某一种教育跟价值观，你要完全把它放弃掉、牺牲掉，去说哦，那我过去都错了嘛？这个我觉得很难。不要说了，语言当然难，然后就是彻底的误解，就是我觉得东西方有一种彻底的误解，完全彻底的误解，所以就让你真的是挺难融入的。可是你融入的很好，就是在中国的演员里面吧，或者是因为进入到演艺界是挺不容易的，因为它涉及到文化，而且美国是那么有自己的一套的东西的。而你看，你做个导演，《纽约的秋天》是你指导的，而且赚了不少钱呢。然后你演过几乎所有的好莱坞的明星吧，反正都配过戏，都演过非常棒的，对吧？你拿过很多奖，像《末代皇帝》拿过那么多奖，那你怎么融入的呢？我知道，其实我读书我就能感觉出来，你的骨子里是蛮传统的一个人。比如说你也写到对爱情，你甚至以前年轻时候认为爱就是一次，我就要跟他结婚，这就叫爱情了。那你怎么就慢慢转变出来说，我可以走进这种他们的文化领域了？这已经不是一些码农那么容易去，因为他是肯定是码农在笑，这么开心啊。就是说，怎么进入到他们的文化层面的东西，这么去融入呢？我想就是时间吧，慢慢的吧。靠时间。对啊，就是靠时间慢慢有的。逼迫自己说去跟美国人去 social， 然后去走进他们的生活，然后去怎么样吗？我有社交恐惧的，所以就是 social 对我来说挺难的。但是当你认识某一个人的时候，你发现说是可以交流的。其实就是要把它变成某一个个人，我觉得变成了某一个个人就可以交流了，也不是说对整个文化的融入，其实就是说跟某个个人的融入，然后慢慢的这些个人比较多起来了的话，就慢慢的觉得可以融入，发现说哦，的确是共通的地方，超越了
意义的地方，所以，也是慢慢的吧。你说我今天是不是完全彻底的融入了？我仍然会在某一些场合，比方说，中国人比较少的场合，我会一眼就看见另外一个中国人。这肯定是有一种就是有这样一种对关系，一个文化的一个关系，你知道我吗？听语言也是，对。不管你说什么，只要有一句，哪怕他Chinglish，我都突儿就说，哎，你是？难道？也许就这样，就是，那还有就是说，我们讲了很多不容易，可是你是跟我在这个舞台上聊过很多，就当年穷困潦倒到这儿来要打拼一个天下的人，80几年来到这儿的，90几年也一样，但是你跟他们不一样，因为你那个时候在国内已经是顶流了，那你为什么要？其实你在这儿待了很久。待了很久，其实才慢慢又回国去，回到那个世界去。那你在这儿耗着，你甚至做过那个餐厅的领位员，你可以不受这些苦的，你可以在国内过很好的生活。那你在这儿，那他什么在吸引你呢？或者什么东西把你耗在这儿了呢？我觉得我天性当中吧，就有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拉扯，一个就是特别的宅，然后呢，就是不能就是 social，就是人群就是特别让我恐想独处，惧，你说对，过好多次。就是要独处。但是还有一个呢，就是非常好奇，而且是对远方好奇，对神秘的东西好奇，对未知好奇，就是向往远方跟未知的，就是内心当中有这样一个向往。就是正好，如果说不是做电影的话，我可能就宅在家里，或者做一个什么科学家，或者就在一个实验室里待着，我会很有安全感这种感觉。但是他这个拉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拉扯，我的确向往远方。我有的时候就在说，哎呀，我真的不想再飞了，我不能再飞了，第二天又飞了。那肯定是某一些因素，也是你内在的某一些因素在驱使着你。所以我想，这个对未知的一个好奇，对神秘的一个神往，因为我觉得神秘的确是人生经历当中最美丽的一个东西，人物、地方、天地，一切，它的一点神秘感在吸引着我，我会冲着那个方向走，就是这样。充满了魅力，而且这背后其实是一种生命力的表现，因为你总是好奇，总是要牵扯你，对吧？对，我就觉得是，而且也是别的。如果说生命当中有那些不稳定因素的、矛盾的、未知的这样一种充满野性的一种不稳定性，对我是有吸引力的。就是这样。对。那最后的最后，这本书讲了很多次平江路170弄10号，这也是这本书的开始，也是这本书的最大的主题。可是，就像你刚才也在说，你在书里在说，平江路170弄10号是你小时候你妈妈让你不断去记住的一个，甚至是一个定义了。可是它已经今非昔比了。那故乡在你这儿到底是什么呢？因为呢，就是我经常回上海，所以我就是在上海，我仍然觉得它还是可以是我的家。所以就是来了以后是有3年没有回去，那个3年觉得最初那难熬，3年吗？非常非常的难熬，非常的想家，每一天都会梦到家，就是这个想家，我就说没有人能够，如果不是像我们，我想我们可以，尤其是当年的确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家。对，是的。因为现在的话，你好像还可以，你而且只要通买了一信也很张麻烦机票，对，通那时候信都没法通，通信要走3星期，所以那个想家，我都说真的是，如果没有这样移民的人是不可理解的。我后来看了一个在纽约 Brooklyn 看的电影，就叫 Brooklyn。对。那个电影，我终于说，哎呀，我终于在电影里看到了另一个想家，就是这样想的。而且他是从爱尔兰过来的，我们从中国大陆81年过来的话，就真的是这个想家，它就成了一个故乡了，就不再是家了。但是慢慢的，最近
几年回去的很多了，我好像觉得那个仍然可以是我的家，仍然可以是，仍然可以是我的家。即便它已经变化了太多了，你可能它已经变化。化了，但是我因为最近几年一直跟着它在变化，我没有说20年没回去突然到那儿了，所以对我来说，我每年是很多次的要回去的。我父亲在那里嘛，然后他现在母亲走了，他是一个人了，所以我是经常要回去的。而且我觉得漂流有漂流的痛苦，但是漂流有漂流的自由吧。我觉得也是一种自由，你可能会觉得，哎呀，好像是不是无根的感觉啊，或者怎么样？但是不是都活着吗？是的，是的，啥时代了，对吧？咱们勇敢一点，闯荡一点。好，开放3个问题，举手示意，我们来传麦克风。就这边这位女孩吧，就是你，简短一点啊，不要发表演讲，就是问题。好的，陈冲老师，非常开心可以问您这个问题。之前您说过爱是关注的质量，我很认同这句话。我想问一下，如何能将这份高质量的关注，延续一下呢？延续的时间长一些呢？谢谢。我觉得真正的关注，真正的一种 attention， 真正的关注其实是就像一个祷告一样，像一篇祷文一样。我觉得就是它会给我带来的这份情感，怎么样能让它持续？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觉得我爱的东西也好，我爱的人也好，我对他的关注的质量肯定是最高的，那就是爱。怎么样才能持续？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有选择性的吧。今天的世界五花八门的，你如果找到了你自己想关注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也是因为五花八门，然后干扰物特别多，噪声特别多，所以你可能会忽视了一些非常值得你去关注的东西，很美丽的东西。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有一些闲暇是非常非常有利于人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都那么忙，都那么乱，都在赶，都在发，都一直在刷，就没有看到有一些非常非常美丽的，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益处的东西。那就好像坐在飞机上，我有的时候不愿意就马上看电影，我会，如果是在陆地，比方说从旧金山飞到纽约，我有时候可能会在盯着窗外看很久，发现哇，居然还有那么大片大片的无人的地方呀，这个美国。然后接近纽约的时候，云层非常厚，昨天然后在一个几乎是一日最后的光线当中，最美的光线当中，那个厚厚的云层突然让我感觉到，哎，那像一片雪地哦，就像一片积满了雪的一片地。然后再飞了一段，它开始有一点亮了，上面有一点蓝的天，但是有一层很高很高的白色的云。然后我就想，哎呀，这像南极的那种冰啊，像南极的某一种冰，然后就引得我想入非非，给了我一段很好的愉悦，然后让我感受到说，哦，自然它原来就在这样每分每秒的企图取悦着我。有许许多多的美好被我们给错过了，因为我们太繁忙了，我们没有给予它关注，变得都不敏感了。没有，对，就是干扰太多，噪声太多，太多的每时每刻的娱乐。我觉得每时每刻的娱乐的确是会干扰到你，而你那个注意力，那份真正的爱就会被干扰到了。谢谢。好，这位女生吧，好，就是你。您好，感谢您的分享。在您的书中有特别多画面感非常强的文字，看的时候也非常享受，所以很好奇，你也说到文字对你来说很重要，那文字是怎么影响到你作为
导演的创作风格呢？因为我去年看了您就是新片《弟弟》，非常感动，然后也很好奇因为在看书的时候就觉得你真的很有导演的天赋，所以很想问一问文字是如何影响你的创作风格的。我觉得的确是可能因为从小干这一行，所以我的思维是比较充满画面感的，嗯，然后我发现记忆本身也是一种画面的碎片，就是它有时候可能是某一种特别难忘的声音，但是声音的部分远远少于一个记忆画面的碎片。它就是这样一个一个的碎片，有时候觉得挺莫名的，说，诶，我为什么就记住了这样一个东西？它可能就是有它自己神秘的道理，就是某一个画面会让你，还有一些朦胧的画面你会看见，你会说，诶，是我想象出来的吗？所以画面对我来说，对于我整个写作来说是挺重要的。有的时候有一些可能就是对自己记忆的一个疑问。我整本书其实也是在探讨记忆到底是什么模样的，就是短一点的记忆，比方说2年前的记忆，或者20年前的记忆，或者童年的记忆，他们的模样是怎么样的？所以我想的也是一个模样，这样一个形状，它会是什么模样的？画面的确对我很重要。谢谢。来个男生吧，有吗？男生不要提问吧。好，你吧，那就你吧。嗨，陈老师你好，我叫胡松。今天听你的分享很有感悟，就是能感觉出您是一个对生活非常用力去体验和热爱的人。刚才有大概聊了一点，您在这边刚来的时候，因为从小受的文化，很多东西是想法是不对的，你自己后来觉得你当时很多想法是不对的。我很好奇，就是这个想法的转变是慢慢发生的，还是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某一件事情发生了，然后让你觉得你以前的想法好像有问题？就是这个可能是时间的某一种积累，但是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并没有觉得说以前的一个价值观是错的。我觉得价值观可以跟另一个价值观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价值观。就是说，人他其实可以是更丰富的，并不一定就是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政治正确的生活环境当中，好像人变得非常狭隘，就觉得可行的就是这么一点，可做的就是这么一点，其他的是错的。但其实并不是，我觉得就是我到美国来以后，所不习惯的很多事情，我慢慢的习惯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在生活当中看到他们了，就是在生活当中接触到的人，他是有这样的价值观的，然后他对我是怎么样的，你接触到了，你才可以说，哎呀，其实世界上也有许许多多不同的价值观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并不是说只有一个才是正确的。我觉得我真的是很担忧今天的社会，就是这种单一性，就是非常非常的单一和狭隘的那种。对啊，非常单一跟狭隘的。其实我觉得生活本身就是应该是个狂欢节那样的，就是个 carnival， 应该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拿出他自己认为他那天最想穿的那件衣服出来了，互相鄙视着你吃火，我玩杂耍，杂耍，然后我穿成一个像鸡的模样，你穿成一个像狮子的模样，狂欢节上所有的人都会为你鼓掌的嘛。就是你这个比我更棒，或者我的就比你更棒，应该都可以存在。其实生存它本来就应该是极其丰富的，就是生命力的表现，它也是极其丰富的，不是只是一种所有的人，他都应该把自己活出来，没有道理的。
当然，今天有很多很多的恐惧，因为会有人骂你，会有什么网上怎么样？但是如果因为这个就不生活了，我觉得这不正中人下怀了吗？就还是应该去尽量完成自己吧。我觉得尽量去完成自己是很重要的。